听说直播睡觉也能赚钱，于是男人完成直播跳舞的任务后就失去了耐心，毫无形象地抱着被子呼呼大睡。而直播镜头里，除了那柔嫩到不堪一折的腰和那露在被子外面纤细漂亮的腿外，观众压根看不到小主播的脸。很快，在线观看人数高达10万，直播间里一片骚动，无数的打赏也接踵而来。最后，于安是被各种打赏的声音吵醒的。被吵醒的他抓起一旁的兔子玩偶，朝着直播的手机就丢了过去，压根忘了自己还要继续直播的事情。此刻守在直播间的观众也终于看清了于安那张漂亮到失真的小脸。我去，之前那跳舞直播灯光那么暗，还隔着纱幔，看不出有多好看。现在一看，这张脸是我们凡人可以看到的吗？啊，美人，给姐姐亲亲！于安那一瞬间的完整露脸，让直播间彻底炸了。但下一刻，直播间就被关闭。此刻的于安压根没有一点心思继续直播，看着账户里的100万，直接惊呆了。我去，我不就睡了个觉吗？就赚了这么多钱？那被吵醒的起床气瞬间消散殆尽，漂亮的猫瞳里满是愉悦，活像一只偷了心的小奶猫。系统不由道：宿主，你在哪个世界缺过钱啊？那些男人不都是直接用钱砸你？这倒是，不过于安依旧高兴，毕竟直播的话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这多爽！于安翻看了一下手机，榜一是名叫 King 的大佬，直接就给他打赏了88万，其他都是几千块、几百块，累计的10几万。于安坐在床边抱着被子想了想，接着就主动私信了金主爸爸：谢谢哥哥的打赏，哥哥要是想看我跳舞的话，我可以单独发视频给你。没想到对方紧跟着就回：跳舞就不用了，你的声音很好听，方便语音吗？语音而已，也没什么。于安想了想，回了个好字。不过于安并不知道的是，他即将要语音的金主一边给于安发消息，一边手里拿着枪 K 了一个人的脑袋，刺鼻温热的红顺着木质地板淌到他的脚边。男人恍若地狱里的修罗，冷冷道：傅嫣然近日要来京市参加大选，想办法杀了他。是院长。一旁的秘书赶忙应声，面上却难掩担忧。傅家那位可不是好对付的，除掉对方怕是不太可能。男人没再多说什么，和他看上的小美人互相加了微信，就离开了。哥哥晚上好。少年人特有的乖巧声音带着几分忐忑，在寂静的卧室里响起。韩以彻点开微信界面上发来的那条语音，听着那条简单的问候，眼睛瞬间褪去戾气，变得温文尔雅起来。没人知道，离国最年轻出色的政界新贵，众议院的院长是个声控。韩以彻私下圈养了不少声音好听的男人，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当然，他更喜欢他们哭泣求饶的声音，这能大大满足他内心的阴暗欲。但今天会一眼看上于安倒是个意外。众议院正好今晚在直播，他按照流程去连麦直播间露了个脸，而退出的时候，正好下一个直播界面跳了出来。那时候的于安刚结束跳舞，和观众说着晚安，就是那一小段的声音，就让韩以彻生出了要把对方据为己有的想法。所以他干脆关注了那叫做默哀老子的反骨小主播，顺手打赏了88万。不过他没想到的是，那孩子会主动来找他，还真是省去了很多麻烦。彼时韩以彻听完那句语音后，就简短的发了个晚上好3个字过去。另一边的于安此刻趴在床上，看着那晚上好3个字，眨眨眼睛，接着就又发语音过去：哥哥喜欢我的声音，你要给我打语音电话吗？好不容易碰到个冤大头金主，穷疯了的于安自然表现得很是热情。老院长得了癌症，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也缺衣少食，100万哪里够？在100万到账后，于安就立马打给了医院。此刻的韩以彻在于安眼中无异于就是行走的 ATM 机。不过韩以彻却并没有因为于安的热情就答应下来，只是打字回道：会唱歌吗？会啊，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是会唱的。哥哥要听吗？漂亮的猫瞳里满是调侃别人的愉悦。对面的韩以彻愣了一下，说实话，从小到大还真的没人敢这么和他开玩笑。难得的他也不生气，只回道：没听过，唱唱看。韩以彻倒是真不介意对面的小美人唱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最后丢脸羞耻的还是那孩子气的小美人。而看着手机里消息的于安，果然撇撇嘴嘟囔道：谁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啊？说完，于安就开始录音，唱了一首轻快治愈的英文歌。韩以彻点开语音，当那首 Monsters 响起的时候，他愣怔住了。小美人的声音很好听，就好像是深海里会用歌声蛊惑人的赛人一样，让人不由心生愉悦。鬼使神差的，这位年轻的政客把这段唱歌语音设置成了手机铃声，他又给小孩发了6万6的转账，甚至很是贴心的备注了自愿赠你4个大字，很好听，我很喜欢。于安动作迅速的收了钱，接着就是甜甜的发语音：谢谢哥哥。这次韩以彻只发了晚安2个字，显然是不想再聊了。于安很识趣的发了一句：哥哥晚安，就果断跑路。这种事不多还有钱的金主，于安很是满意，发过去的语音也是愈发的甜。不过于安不知道的是，此刻对面的男人眼里全是兴奋，这样的孩子哭起来一定更加漂亮。韩以彻给自己的秘书发了一张截图，正是于安的主页截图，查查这个少年，把他带过来，我要了。而无知无觉的于安此刻还在想着怎么才能再多钓一些冤大头金主赚钱养家，更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名义上的小叔叔正在找他，且在今晚抵达了他所在的京市。此刻一辆黑色宾利上，特助通过后视镜看着自家家主，家主如今确定了小少爷就在这京市的蓝天孤儿院，可是要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爷子，让老爷子高兴高兴。傅嫣然闻言睁开眼睛，那双漆黑的瞳眸里幽深一片，看不出情绪，暂时先不用告诉老爷子，等把人带回来再说。好的，特助不再多嘴。于家小少爷5岁时走丢了，查源头查到
了金氏这家蓝天孤儿院，但最后能不能找到人还是个问题。毕竟13年过去，那孩子活没活着都是个问题。突然，周围来了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特助一看这情况，立马就拿起对讲机保护家主。这些人是冲着他们家主来的。傅燕然神情未变，漆黑的眸子只淡淡望向窗外，那骨节分明的手指摩擦着戴在手腕上的紫檀木佛珠，竟带着几分与世无争的神情。接着解开袖口，拿出枪，接着就下了车。这些人是来杀他的，为了确保能杀死他，来的人很多。傅燕然带来的保镖虽然以前都是专业的雇佣兵，但依旧因为人数少而占不了什么上风。枪声伴随着惨叫声在夜风的呜咽声中响起。傅燕然一脚把一个冲过来的杀手踹出去，一边吩咐其他人，所有人散开，找机会冲出去。不用管我，扎堆在一起，无疑就是瓮中之鳖。特助抹掉脸上不属于自己的血迹，赶忙道：“家主，不行，我们得保护您。”而傅燕然只淡淡看了特助一眼：“我要是需要你们保护，怕是早已经死了无数次了。”说完，傅燕然就绕过特助，走向一旁改装过的保镖车，亲自驱车。在被几辆越野车几乎堵死的高架桥上，傅燕然的车竟是侧身漂移，从两车的夹缝中穿了过去，就那么嚣张的从他们眼前消失不见。该死！追！戴着黑色头套的男人赶忙上了越野车，带着人就去追傅燕然。傅燕然的人更是一脸懵逼，他们就这么被自家家主抛弃了。而特助着急的跺脚：“快去召集人手去找家主！”是。保镖赶忙应声。天色微亮，一夜好梦的于安爬起来，洗了个冷水脸就往楼下跑。为了赚钱，他在兼职送外卖，接的第一单离他住的地方不远，是个老字号的包子铺，正好抄近路过去。于是开开心心的骑着小电驴往小巷子里驶去。没一会，于安就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在前面，害怕撞到人，于安赶忙道：“前面的先生，麻烦让一让。”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闻言，也确实侧身挪到了一旁，一张威严完美的俊脸直接就映入于安眼帘。于安不由多看了对方一眼，毕竟和他一样好看的人是真不多见，手腕还带着一串佛珠，有点怪。脑海中系统的声音紧跟着激动响起：“宿主，前面那个男人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哎，于安一脸嫌弃晦气，这年头的气运之子都是大白菜了，这么个垃圾小巷都能碰到，就离谱。对气运之子本能的厌恶，让于安不由想起了上个世界的情谊，还是赶快离开的好。但有时候就是你越想远离，越想赶快跑，越是容易出事。走神的于安压根没注意到前面有半块砖头，骑着小电驴就直接碾了上去。小电驴重心不稳，直接朝着一旁倒去。于安连人带车子直接就倒在了气运之子身上，他觉得自己可以去死一死。这是什么狗屎运啊！惩罚世界是一件人事也不干是吧？被撞的男人眼底闪过一抹冷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扑到男人怀里的于安赶忙就想从男人身上爬下来，但于安刚想推开男人，就看到了手上黏腻的红。于安愣怔住，眸色愈发惊恐，而下一刻，于安的腰间就抵上一把枪。傅燕然冷冷道：“不想死就别动。”隔着一堵墙，凌乱的脚步声响起，有人压低声音道：“他中了枪，跑不远了，继续找。”眼前的男人在被人追杀，于安此刻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很想说能不能当没看见他，但此情此景下，于安只能低声祈求道：“有人抓你对不对？我带你走，你别杀我好不好？”傅燕然眸子微眯：“好啊。”他收起了枪，于安则赶忙起身扶起自己的小电驴，对高大的男人不情不愿道：“快上来！”傅燕然看着那不大的小电驴后座，蹙了下眉，才纡尊降贵的坐了上去。最后穷得要死的于安钱没赚到，还捡了个男人回家。不过于安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人会是他名义上的小叔叔，更没想到以后他还会被这个男人欺负的哭都哭不出来。若他知道这些，一定死也不会把傅燕然这个混蛋带回家。于安把受伤的男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男人有力的手臂依旧揽在他的腰间。于安不安地扯了扯男人的手臂，想了想，最后贴心道：“用不用我给你叫救护车？”傅燕然苍白着一张脸，理直气壮道：“带我去你家，我的枪伤不适合去医院。”于安小声的反驳：“那也不适合去我家吧？要不是对方手里有枪，于安现在绝对一脚把他踹下车，扬长而去。”但最后于安也只是苦口婆心：“你的伤处理不好是会感染的。”感染了是会要命的。傅燕然却轻笑出声，这次他没有说话，只是再次拿出枪抵在了于安腰间。最后，于安也只能不情不愿地把男人带回了家。不过，当到了门口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于安还是心思百转，只要他开门速度够快，再出其不意地转身把身后的男人推开，躲到房间里关门落锁，就能报警把人抓走。不过，若是失败了，惹怒了对方，怕是也会很惨。于安正犹豫着，身后的傅燕然眸子微动，直接上前一步，抓住了小孩用钥匙开门的那只手，拧动钥匙把门打开，把于安往怀里一搂，揽着腰提起来，就直接登堂入室，关门落锁，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傅燕然卸掉了身上的风衣，扔到了一旁，看了一眼还没来得及回神的于安，用带着上位者特有的语气命令道：“用手机下单，买消炎药、酒精碘伏纱布和医用手术刀。”于安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得寸进尺的男人，气不打一处来，却还是拿出手机去下单医药品。下完单，于安小心翼翼道：“已经买好了，大概15分钟送过来。那个，你的伤口要不要先清洗一下？”傅燕然对上于安湿漉漉的眼睛，接着就起身朝着小孩走了过去。于安有些怕的缩了缩肩膀，而傅燕然直接就扯下了领带，在于安想跑的时候，抓着于安的脚踝把人拖了回来。在那泪眼朦胧的注视下，把于安的手腕用领带绑了起来。傅燕然看着要哭不哭的倔强小美人，难得生出几分怜惜，她摸了摸于安的脸蛋：“别怕，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只要你乖乖的。”于安轻声控诉：“混蛋！”傅燕然也不恼，甚至是还心情极好的把于安抱着，拍了拍于安的后背：“放心，我是好人。”于安就差翻白眼了。
傅燕然紧跟着就起身去浴室里简单清洗了一下身上的血迹。没一会，送药的外卖员也正好上门。傅燕然开门把东西取上之后，就又把门反锁上，随后开始有条不紊地取出那没入手臂的子弹，然后消毒上药，给自己包扎。一旁看着的于安神情凝重了起来。傅燕然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他会被人追杀，身份也一定不简单。傅燕然处理好伤口后，解开束缚在于安手腕上的领带。今年多大了？于安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18。原来成年了，那怎么身上还有一股香味？傅燕然眸中带着几分笑意，对眼前还算乖巧的漂亮孩子，倒是难得生出几分喜欢来。关你屁事！于安直接炸毛，他确实每天有在喝牛奶，想长高强壮一点当猛一有错吗？烦人！而傅燕然也不能，只掐了掐于安的脸蛋，别丧了这一副脸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手机给我。于安不情不愿地把手机递给了傅燕然。傅燕然拿着手机走到了一旁，拨通了一个电话，压低声音吩咐了些什么。过了10几分钟后才挂断电话。而认命了的于安此刻已经趴在床上拿起了平板玩游戏，他不敢和别人求助，毕竟要是把人逼急了，怕是他没把对方送走，对方就先把他送走了。傅燕然看到这一幕有些失笑，小孩还挺识时务。在床上的于安打游戏打得太过投入，压根没察觉男人的视线，更没发现身上的短袖下摆卷曲起来，后腰上的红色蝴蝶胎记翩然若飞。傅燕然猛然呼吸一滞，他那流落在外的小侄子腰间就是蝴蝶胎记。下一刻，于安就被男人擒住双手摁在了床上，两个手腕被男人一掌捏住，他竟是连挣扎都做不到。你干什么？放开我！于安低声控诉着，连挣扎都不敢太用力，生怕惹怒男人，也生怕男人对他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只是这一个念头就让于安害怕到颤抖，有了秦燕那样变态的先例，他对傅燕然充满了戒备。而傅燕然看着身下细微挣扎着又不敢违抗他的小孩，他知道身下的小孩在害怕，但此刻他需要确认一件事情，所以他没有任何诚意的落下一句乖乖别动，接着就伸出空闲着的右手探向小孩的腰侧。于安那枚蝴蝶胎记是在后腰的右侧，此刻的他如被猎杀的小鹿一样趴伏在床上。傅燕然漆黑的瞳眸里满是认真，他认真检查着那胎记是真实的胎记还是纹身。当确认那是真实的胎记后，傅燕然反而没了第一眼看到这枚蝴蝶胎记的那种悸动，眼前的孩子大概率就是他一直寻找的于家小少爷，他流落在外的小侄子。那么多人纹上这蝴蝶胎记想要成为于家的小少爷，而这真正的于家小少爷却是住在这简陋的公寓里，送着外卖。傅燕然一时间心情复杂，他松开小孩的手腕，把那瑟瑟发抖的小身体抱了起来，而于安立马就推开傅燕然躲到了床角，戒备地看着他。傅燕然揉了揉眉心，解释道：我没想对你做什么，就是看看你腰间的蝴蝶胎记，你有病吧？于安怒骂出声，他压根就不相信傅燕然只是为了看他的蝴蝶胎记，在他眼里，他和秦燕一样，都是脑子有病的疯狗。不过傅燕然却并没有多说什么。好了，别躲那么远，我要针对你做些什么，现在你就要在这张床上哭了，还能让你躲？而于安闻言只觉得傅燕然不要脸，他拿起一旁的枕头就朝着男人扔了过去，却被男人轻松躲开。傅燕然也不能，但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抚一个受到了惊吓的孩子，只能重新走到了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给他的人发了一条消息，然后删除。而那缩在墙角的于安却在长久的沈默后蹙起了眉，肚子很快就发出了咕噜的叫声，他饿了。公寓不大，甚至是寂静无声，于安肚子一叫，傅燕然就看了过来。于安的脸上瞬间绯红一片，立马气呼呼道：看什么看，把手机还给我，我要点外卖。从早上出门就遇到了傅燕然这么一个祸害，现在都10点了，他还没吃早饭，胃饿的早就受不了了。傅燕然闻言却是蹙了下眉，在这顶级财阀掌权者的眼里，所谓的外卖就和那些地沟油垃圾没什么区别。他嫌恶道：你每天就吃那些垃圾。于安一听这话更气了，没好气道：又没给你吃，管那么多，你家住海边吗？傅燕然眉头再次蹙起，小孩对他敌意很大，甚至是好好的话都不听，道理也都讲不通。傅燕然还从没被人这么忤逆过，那张完美高贵的脸瞬间冷了下来，也让正在气头上的于安恢复了几分理智。于安立马委屈巴巴道：我饿了，我需要吃饭，我再不吃饭胃病会犯，会进医院的。小时候在孤儿院里本就因为缺衣少食伤了胃，现在压根一点饿都受不住。很快那张漂亮的小脸上就一片苍白，额头上还挂着冷汗，就连嘴唇也泛起了。傅燕然知道小孩这是胃病犯了，立马起身朝着于安走了过去。你胃药放在哪里？于安指了指茶几下面，他现在难受的浑身发抖，也没有了再和傅燕然叫嚣的力气。茶几下面，傅燕然取了药给于安喂下，于安这才好了许多。他再次把手伸向男人，想要他把手机还给自己，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而傅燕然这次把手机还给了于安，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不大的厨房里。傅燕然身形高大，那空间只够转身的厨房让他看起来很是憋屈，但怀恨在心的于安才没有管他。自己给自己点了份皮蛋瘦肉粥，就躺回到了床上，也不管那登堂入室的混蛋在干什么。于安昏昏神神的裹着被子不觉，但没一会，厨房里传出来的香味就让于安瞬间清醒了过来，肚子里的饥饿感复苏，于安没忍住吞了吞口水，睁开那双水雾朦胧的猫瞳，就看向了不大的厨房。傅燕然端着煮好的西红柿鸡蛋面走了出来，于安忍住疯狂想咽口水的冲动，用被子蒙住了头。于安只以为傅燕然是示威，嘲笑他不会做饭，现在饿着等外卖，但只是想想，于安就心生委屈。他的家被人登堂入室就算了，他还被人这么欺负，还有没有天理了？
而某人压根不知道自家小孩那敏感的自尊心，想着他的小侄子才18岁，正是叛逆爱发脾气的时候，傅燕然也就多了几分怜惜。他走到床前，把面放到床头柜上，接着就把那缩在被子里的小孩挖了出来，伸手揉了揉那被憋红的脸蛋，声音柔和下来。好了，先别生气了，吃完饭再气。于安漂亮的猫瞳呆愣了一下，他呆呆地看向傅燕然，不确定道：“给我的。”傅燕然看着不知所措的少年，需要我喂你吗？傅燕然神情认真，好像只要于安点头，他就真的喂。傅燕然确实觉得为了安抚受惊的小孩，喂他吃饭也没什么，而于安有些红了脸，立马摇头，不客气端起床头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鸡蛋面就吃了起来。这可比外卖好吃多了。不会做饭的于安来到这个世界，算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吃了一顿好饭。这孩子挺好养活的。傅燕然心情也难得不错。等于安吃完后，他就接过空了的碗放回到了厨房里。傅燕然只做了那一碗面，倒也不是他不想给自己也做一份，而是因为于安冰箱里压根就没什么食材，他的那一丁点食材还都是之前凑单买回来的。最后傅燕然将就着吃了于安点的那碗皮蛋瘦肉粥，那粥里的米都是用隔夜饭熬的。傅燕然虽然嫌弃，但也吃完了。这人貌似也没那么坏。吃饱喝足的于安不由对傅燕然上了一层滤镜，压根就忘了上个世界的气运之子秦燕一开始对他也很好。而就在于安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手机紧跟着就响了，名字是拼的好友发来了一句早上好的消息。于安一看是金主爸爸的消息，立马点进去甜甜的发语音，哥哥早上好。而另一边，喝粥的傅燕然放下了筷子，神情冷凝。他家小孩小年纪不学好，学人叫哥哥，你在叫谁哥哥？傅燕然不声不响地走到床边，那双漆黑的眸子居高临下看着趴在床上玩手机的小屋。于安被吓了一跳，手机跌落到枕头上，下意识就回道：金主爸爸。但说完他就哽住了，他为什么要和一个陌生人说自己的私事？于安瞬间就蹙起了眉头，不耐烦地娇嗔道：你什么时候走了？你一直赖在我家也不是回事吧？而傅燕然闻言神情没有任何的波动，只沉声问道：谁叫你小年纪就勾引男人的？之前傅燕然并不关心小孩的一切，毕竟这孩子怎么样和他无关，但现在不一样了。傅燕然漆黑的瞳眸又落在了小孩的腰上，小孩记吃不记打，又把那细腰露了出来，上面的蝴蝶胎记还留有凌乱的指印，那是他之前为了确认胎记留下来的痕迹。一个漂亮到没有自保能力的孩子，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他靠什么生活？靠被人养吗？只是想想，傅燕然那双漆黑的眸子就变得阴沉可不起来。一直观察着傅燕然神色的于安瞬间戒备起来，脑子里全是傅燕然想谋杀他的想法。毕竟他自己一个人住，还是个孤儿，死了也没人知道。于安心里一紧，立马就道：不关你的事，我男朋友一会就回来，你赶快离开我家。男朋友？傅燕然的声音愈发冷凝。此刻的于安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话让他未来小叔叔的怒火中烧，他仰着脖梗道：当然，虽然这是假的，但是住在他对门的年轻医生，每次下了夜班都会给他带医院门口那家的车厘子。按理说他也快回来了，而那个医生应该是喜欢他的，不然也不会这样风雨无阻给他送水果。虽然每次于安都会给对方钱，但他绝不会错看对方爱怒的眼神。傅燕然一把夺过于安手里的手机，看着那上面黑色头像的好友界面，眯着眸子冷冷道：所以你一边吊着一个金主喊哥哥，一边还谈着一个男朋友。傅燕然都快被气笑了，自家小孩流落在外，没让他学会人心险恶，倒是学会了被男人骗，还不止被一个男人骗，还真是。傅燕然这边已经生出了让人把那所谓的金主和男朋友都给处理掉的念头，勾引带坏自家小孩的脏东西都该处理掉。而于安生怕傅燕然不相信，火上浇油道：我就算勾搭一堆人，也跟你没关系。这次傅燕然气急反笑，他俯身就想把小孩抓过来教训。于安立马警觉，起身就想跑，但还没跑下床，他就被男人揽住了腰，然后被男人放到了大腿上。傅燕然坐在床上，垂眸看着趴在他腿上挣扎的小孩，拿起扔在床头柜上的领带，就重新把小孩的双手绑了起来，接着就朝着屁股打了一巴掌，啪的一声闷响伴随着疼痛袭来。于安瞬间双眸绯红，曾经被打的不好回忆袭上心头，更是又怕又怒，立马就像是小兽一样毫无威慑力的吼出声：你凭什么打我？你以为你是谁？你放开我！傅燕然倒是很想说老子是你叔叔，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虽然他心里已经确定了这孩子就是于家的小少爷，但最后还是要和于老爷子做完亲子鉴定后才能确认这件事。但这并不妨碍他教训不听话的小孩，所以傅燕然也只是带着高高在上的权贵，嘴脸冷冷的：就凭你只能任由我欺负，和你那所谓的男朋友分手，还有你那金主，给我删了他！傅燕然满是不屑，对一个刚成年涉世未深的小孩下手，他们能是什么好东西？而此刻的于安只觉得眼前才认识没多久的男人莫名其妙。于安崩溃道：你管我？你滚！傅燕然不仅不滚，还又朝着小孩就是狠狠一巴掌，不听话的小孩就得好好教训。于安疼得泪眼汪汪，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哽咽道：我招你惹你了？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傅燕然不说话，那模样就是一副小孩不认错他就一直打的模样。于安之前被打过，这次吃一堑长一智不敢在嘴里，立马委屈巴巴的求饶：我分手还不行吗？你不要打我好疼！小孩声音都是颤抖的，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呜呜咽咽的，像没了妈妈的小兽一样。这次傅燕然终于开了口，早这样听话多好，
小小年纪不学好，学人谈恋爱，还一次性勾搭2个不要脸的狗东西，被骗了还要帮着人家数钱，犯蠢了就要挨打，明白吗？傅嫣然数落着自家小孩，完全不知道现在小孩心里全是你有病这3个字。他觉得傅嫣然就是有病，管天管地管他谈恋爱，他是被人绿了多少次才这么欺负他？而且他哪里有被别人卖了数钱？明明是他骗他们钱好不好？于安一整个不服，但他不敢违逆掌控着他生杀大权的男人，只能哭泣着哽咽道：“我知道了，你先松开我手疼。”傅嫣然看着自家小孩被领带勒红的手腕，倒也怜惜了几分，伸手就要给小孩解开。不过傅嫣然刚伸手，敲门声就响了起来，门外传来一个清清冷冷的年轻男人声音：“安安，我回来了，出来拿东西。”门外的男人是知道这个点的于安估计在晚，也就直接叫人，但这亲昵的语气直接就让那位本来消气了的大家长再次心生杀意。他把自家小孩放到床上，走到茶几前，拿起了放在上面的枪。于安一看男人的动作，瞬间就紧张了起来，他张嘴就想让门外的人离开，但他的小叔叔那双漆黑的眸子紧跟着就冷冷看了过来：“你敢多说一句话，老子就一枪崩了他！”此话一出，于安瞬间脸色一白，也不敢再说话，他只能睁着那双水光依旧的猫瞳看着男人去开门。高大的身影挡住了门外的视野，于安只能看着男人开门又关门走出去。而门外，沈之行看着走出来的高大男人，那双温润的眸子不可抑制地闪过一抹冷色：“我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又是怎么敢招惹我家小孩的？”傅嫣然打量着沈之行，眼底闪过一抹厉色。这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虽然从头到脚都很朴素，但那手腕上的表起码1000万以上，骗他家小孩都骗到贫民窟里来了。沈之行也一眼就看出眼前的人不好惹，但他没有听说过于安有什么亲人，遂继续问道：“您是安安的什么人？”这次傅嫣然回了一句：“我是他小叔叔，不要再出现在我家小孩面前。”几颗车厘子就想把我家小孩拐走，回家照镜子再说。说着，傅嫣然就看了一眼沈之行手里提着的颗颗又大又圆的车厘子，这一看就不便宜。沈之行捏紧了手里的袋子，这样的话无疑是侮辱人的，但他还是教养良好道：“安安呢？让他出来，我当面和他说。”傅嫣然挑了下眉，这么能忍，他还真是小瞧他对自家小孩的喜欢。傅嫣然嗤之以鼻，直接就冷冷道：“滚！”说完也不等沈之行再多说一个字，傅嫣然直接转身返回了公寓，动作一气呵成把人关在了门外。沈之行盯着那紧闭的大门，眸子变得冷厉起来。屋子里，傅嫣然看着自家小孩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走到床边面无表情的拍了拍小孩的脸。门外那个男的，他说想和你当面聊，不过没有那个必要，你现在就告诉他，让他以后别再来找你，他要是再敢来，我可不会像今天这么好好说话。傅嫣然已经开始行使自己身为小叔叔的权利，而懵逼又害怕的于安只觉得傅嫣然可怕，他不敢忤逆对方，就点了点头。傅嫣然神情柔和下来，他摸了摸小孩柔软的发，乖，告诉他和他分手。于安那遮住漂亮猫瞳的纤长结语微沉，他张了张嘴，紧跟着就听话的开口对着门外道：“沈先生，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你会给我造成困扰。”对不起。于安拒绝的模棱两可，毕竟沈之行压根就不是她男朋友。傅嫣然虽然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不过自家小孩正是叛逆的年纪，过犹不及，不能逼得太紧。傅嫣然看似温柔的给自家小孩解开了束缚在手腕上的领带，还贴心的把人抱在怀里给小孩揉着被勒红的手腕。于安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温柔无所适从，他呆愣着任由男人动作。而门外的沈之行在听到于安的话后，那双平静的眸子变得愈发冷厉，但他最后也只是得体又温柔道：“好，那我就先走了，安安好好休息。”沈之行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生气，温柔的模样就好像永远会包容于安的一切，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亲近，甚至是愧疚。而这样的沈之行很像情恋。于安突然警觉，漂亮的猫瞳里变得冷漠起来，越是温柔的人，也越会伪装。于安不由往傅嫣然的怀里缩了缩，上个世界带给他的阴影太大了，对他毫不掩饰恶意的傅嫣然反而让他觉得没那么可怕。他开始害怕门外的沈之行，而沈之行在门外又待了许久，但那门内的漂亮少年却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是真的不想和他再有联系了，就因为那个自称是他叔叔的人吗？沈之行眼底闪过一抹寒芒，带着凛冽的杀意。身为外科开刀手术的金牌医生，沈之行对生命没有任何的敬畏。这一刻，他想杀了傅嫣然。房间里，傅嫣然看着突然亲近他的小孩，也不由生出了几分长辈的温柔。他摸着自家小孩的漂亮脑袋：“你那前男友可不是什么好人，以后离他远点，知道吗？”这次于安乖巧地点了点头。警觉了的于安虽然不喜欢傅嫣然，但他认同他的话。沈之行不像是个好人，因为于安的听话，傅嫣然也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两人没了一开始的剑拔弩张。于安再次问了自己一直关心的问题，他看着傅嫣然，带着几分可怜道：“你什么时候离开我家？你不会想赖着不走吧？”傅嫣然本来是打算走的，不过在确认了于安是自家小孩之后，那计划就要做一做改变了。傅嫣然一副上位者的姿态：“我伤好之前不打算离开，放心，不会白吃白喝。去看你手机，应该有入账。”于安被男人折腾了一番，哪里还顾得上管手机？他迟疑的拿起手机，紧跟着就发现自己的微信多了一个陌生好友，而那人给他直接转了100万。于安漂亮的猫瞳眨了眨，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小手揉了揉眼睛，又把那一串零数了一遍，才双眸晶亮的看向傅嫣然，带着几分忐忑道：“是你给我的。”傅嫣然嗯了一声，那双漆黑的眸子里带着淡淡的宠溺：“你救了我，这是你应得的。不过你也知道，我在被人追杀，暂时不方便离开，所以我需要在你这里借住几天。”傅嫣然给了他100万，这是个有钱人，眼里只有钱的于安心里开始动摇。这人虽然手里拿着枪，但他要杀自己早动手，不用等到现在。他要是对他有企图，也早就把他摁在床上欺负了，哪里需要这么多废话？而且像傅嫣然这样的人，什么美人没见过，
倒也不至于对他这个救命恩人受刑打罚，好像还可以。最后被100万蛊惑了的于安用那双无辜的猫瞳看向傅燕故作矜持道：“虽然一开始我们相处的不是很愉快，但你也给了我钱当做大喜，我原谅你了。”